各位同學，咁上一段片就同大家介紹咗 DSE 數學延伸部分 M1 同埋 M2 嘅課程啦，同埋教咗大家分析翻大家係咪合適讀 M1、M2 嘅。咁呢段片會提供一個最新嘅資訊啦，就係特別俾2024或者打後升讀中四嘅同學喺揀科嘅時候需要知道嘅，就係 M1、M2 嘅試卷題型啦，就喺個甲部即係 Section A 度呢，就由原先嘅短題目改為簡易短題目。咁講翻點解會有呢一個嘅修訂啦？咁咧教育局希望咧增加修讀 M1、M2 嘅人數，咁為大專院校嘅理科、工程雙科學生打好更堅實嘅數學基礎，同時咧就配合香港 STEAM 嘅教育發展。咁大家可能都以往聽過咧 M1、M2 咧，其實都有好多人。好多同學咧攞到Level 5以上嘅喎，有超過30%嘅同學都攞到 Level 5以上。但係咧，你哋亦都有時會聽到，雖然咧咁多人攞到 Level 5或者以上啦，但係咧啲師兄師姐都會話：哇，呢科好難讀㗎，就大家都唔好揀啊！咁點解呢？因為咧以往咧嘅試卷都出得好深啊，就只會吸引到呢啲數學能力好強嘅同學修讀。咁試卷嘅難度咧，令到咧啲同學揀科嘅時候就會退卻啦，又或者咧係讀緊嘅時候嘅同學咧都會係選擇退修。咁令到喺2023年呢，就只有呢6000幾名嘅考生應考 M1 或者 M2 嘅啫。咁但係事實上呢，必修部分呢，即係 Core 部分呢，都有超過15000嘅位嘅同學呢，係攞到 Level 4或者以上嘅，淨係攞到 Level 4嘅都有9000幾人啦。咁攞到 Level 4或者以上嘅都有15000人左右。其實呢，呢一批嘅同學呢，都適合讀 M1 或者 M2 㗎。咁咧為咗增加可以修讀嘅 M1、M2 嘅人數啦，咁咧所以呢個試卷就可以就係喺個 Section A 度加，即係換咗一啲題目，由原先 Section A 嘅短題目，都以前嘅短題目都有時會出得幾深嘅，就改為一啲簡易嘅短題目啦。咁令到呢，即係除咗數學之優嘅同學之外，其實都有對數學有興趣，但係能力冇咁高嘅同學呢，都有機會可以讀到 M1、M2 嘅。咁望翻八大院校啦，八所大學呢，其實呢已經就將 M1、M2 列為其中一個選修科㗎啦。咁譬如以中大為例啦，中大呢有3個課程呢，係甚至係必須要讀 M1、M2 先至可以揀呢個 program 嘅。咁如果以科大為例啦，咁佢都有11個 program 呢，係呢將 M1、M2 視為選修科之餘呢，就會將佢呢就額外增加個比重嘅，即係話譬如有11科呢，就會增加個比重至1.5啦，有3科呢，就係會額外增加比重至個 rating 係2啦。咁其實8所大學呢，都會全部當 M1、M2 係等同一個選修科㗎啦。咁而最新嘅資訊就係咧，除咗degree 嘅課程，即係學位課程之外咧，連副學士學位嘅學位同埋即係亞蘇啦，同埋咧高級文憑課程，即係 high dip 啦。咁咧以前嘅要求就係 DSE 其中5科要取得 Level 2。以前咧有啲科目咧都唔計 M1、M2 係一個選修科嘅，但係最新嘅學年咧，咁就會將 M1、M2 嘅 Level 2咧都會被視為係5科裏邊嘅其中一科咯。即係話如果你 M1 或者 M2 攞到 Level 2，而你當然你讀得 M1、M2 數學都唔會太差啦，數學都攞到 Level 2，咁其實呢5科裏邊你已經成功達標咗2科㗎啦。只要你中英文都可以攞到 Level 2，另外一科咧都攞到 Level 2，即係 total 就5科 Level 2嘅話，咁你已經可以修讀亞蘇，即係搣到亞蘇或者係high dip 嘅最低入學要求啦。咁咧，現在係介紹下乜嘢叫做係嗰個簡易短題目先啦。Elementary short question。咁咧，簡易短題目有4個原則嘅。咁呢4個原則咧，就係將以往嘅短題目咧，就將佢個題型咧就改為問法較為直接啦，同埋咧就只會涉及到係基本運算，就冇一啲繁複運算嘅，同埋咧主要涉及到一啲常規嘅程序，得一啲咧好 standard 嘅 step。咁睇翻以前嘅題目先啦，以前嘅題目呢，咁可能個題目比較長啦。呢個呢，就係M1 2023年嘅第3題嚟嘅。咁你睇翻個 solution 呢，其實呢都涉及到一啲煩啲嘅思考過程啦，同埋要揾翻一啲解一啲方程嘅，啲方程都係比較複雜嘅。
咁啊，或者呢個係以往嘅 M2 嘅題目啦，就係2023年嘅第二題啦。你雖然望落去個題目都好似好簡潔啦，但係其實咧，你睇翻個 masking scheme 咧，啲步驟其實都好複雜嘅。咁運算係好複雜嘅。咁啊，呢個新嘅修訂咧，咁啊都教育局講咗啦，就係考試咧個時間係唔會變嘅，都係照舊係2個半鐘啦。咁咧，而個試卷嘅結構都係唔變嘅。咁啊，Session A 就係50分，Session B 都係照樣50分啦。咁不過咧，就原先嗰8條嘅短題目咧，就改為簡易短題目。咁頭先都講咗個4大嘅原則㗎啦，就會係問法較為直接啦，係唔會有一啲繁複嘅運算啦，同埋咧就係一啲常規嘅步驟。咁啊，睇睇教育局已經推出咗嗰個 M1 簡易短題目嘅示例啦。咁你雖然望落去呢啲文字可能有時都會多嘅，咁但係咧，如果睇翻啲 step 咧，其實咧相對喺原先嗰啲嘅題型咧，嗰啲 step 咧係會較為容易啲去計算啦。咁以 M2 作為示例啦，咁以前咧要做呢啲題目咧，通常都唔俾圖㗎，要同學自己畫圖㗎。咁而家咧就可能會協助同學咧俾埋個圖，就係容易啲去思考啦。又或者咧，雖然呢啲問法啊，嗰啲課程其實都係一樣㗎啦，都係要揾個啲 from first principle 啦。但係個 step 咧，你就可以同頭先個 marking 先比較啦，就係相對嚟講係冇咁繁複嘅。咁咧喺2024呢個調整之後呢，咁中三嘅同學，今年嘅中三同學，即係2023年至2024呢個學年嘅中三同學或者打後嘅同學都可以值得留意啦。咁呢，你喺讀呢一科嘅時候就會獲得更多嘅成功感啦，同埋呢會比以往更容易攞到 Level 2嘅成績啦。咁以前呢啲師兄師姐都會點解會揀 job 科？其中一個考慮嘅原因就係個試卷好深啦，同埋呢因為個分數都好低，令到呢校內試呢分數低嘅情況下呢，都可能會考慮到會唔會留班，影響留班。所以呢，咁個試卷嘅調整呢，咁校內卷都會作出相應嘅調整嘅，所以呢，就唔使擔心喺 M1-2 呢嘅分數校內試嘅太低分嘅情況下拉低你嘅總分啦，令到你留班啦。咁啊，其實無論你係咪數學嘅尖子啦，只要你對數學有興趣啦，亦都唔抗拒去計數嘅話，又或者最緊要就係你要諗下將來你會唔會喺大學或者係讀阿蘇啊 High Dip 嘅時候會從事呢一啲嘅科目呢？理科啦、工程啦或者部分嘅商科呢？如果係嘅話，其實你都應該要讀 M1、M2 嘅喎。咁呢段片呢，就介紹到呢度啦，拜拜。